和摆烂女主共同参加带娃综艺。他十指不沾阳春水，指挥我女儿为他买奶茶，导致我女儿出了车祸，浑身擦伤。面对我的质问，他无辜眨眨眼，对不起嘛，我只是想吃零食，又懒得动。评论区便清一色为他鸣不平，说我小题大做，爱嫉妒。我冷笑着甩了他2耳光，对，你又懒又馋，看见什么都想尝尝。墙角还放着耗子药呢，你现在就过去舔一口试试。我带着女儿陆维清参加了一档时下最火的亲子节目，和妈妈的10天旅行。带着孩子在某村庄后山的山间别墅待10天10夜，除了特定的任务之外，节目组不会插手任何事。刚下车就在录制现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乔璇。他正坐在行李箱上来回滑动，指挥着他6岁的儿子给他买酸奶，又让他把栗子剥了壳，一颗颗喂到他嘴边。见状，维清小声问我：“妈妈，你想不想吃？”我摇头，伸手在他发顶揉了揉：“你还小，不用干这种事情。”大概是声音有点大，被乔璇听见了。他不屑地撇了撇嘴，又很快反应过来，节目全程直播，现在就已经开始录了。于是扬起笑容，冲我摇了摇手里的酸奶瓶。哎呀，陆姐姐，惯子如沙子，小孩子就是要多干点活，多锻炼才能懂事啊！我扯扯唇角，我怎么教孩子？不劳乔小姐费心。直播才刚开始，观众并不是很多，但弹幕已经在刷了。陆羽又开始装 up 了，谁来救救我？看他干嘛？看乔乔和他儿子顾子轩啊，多可爱！呜，这是什么照顾妈妈的贴心小王子？我也好想生一个。节目组的车载上我们，前往节目录制的那座村庄。乔璇一上车就靠着顾子轩的肩膀呼呼大睡。路上我给维清测了体温，发现不烧了，才放下心来。又问他晕不晕车，想不想吃个橘子。维清嗓音软软的：“不用了，妈妈，你快休息吧。昨晚看书看那么晚。”弹幕又开始刷。陆表现在都开始用小孩子给自己草劳模人设了。前面虽然说的难听，但话糙理不糙。哈哈哈，乔乔好可爱，睡得像只小猪一样。顾子轩看他妈妈的表情真的好宠啊，老母亲的心要化了。作为娱乐圈的劳模女明星，我的璀璨星途从乔璇出道那天起就走向下坡路。我在剧组点灯熬油的拍戏2个月，抵不上他在镜头前一句人生嘛，现在不摆何时摆？因为我们年龄相仿，走的又是相同风格，事事都会被拉出来比较。我和乔璇一起参加采访，被问最近看什么书，我说在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不过只读了一半就进组了。乔璇红着脸，扭扭捏捏地吐出一本网文的名字，当晚就上了热搜。井号原来乔璇也是原单女孩，话题铺满广场，她被誉为娱乐圈唯一火人。至于我，荣登对照组，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装 X 饭。大家嘲讽我，还黄金时代，看的小时代吧。后来我在剧组看书的照片流传出去，又引发了新一波全网潮。大家都说我人设太过，会被反噬。还有人给我下了评语，演技可圈可点，做人一塌糊涂。2车程挺远，我搂着维清睡着了，脑子里零零星星觉醒了一段记忆。原来这是本叫摆烂女主全网爆红的爽文小说，旨在描述原女主乔璇一帆风顺，仿佛如有神助的人生。她什么都不用做，每天醒了吃，吃了睡，就能靠着所谓真性情的摆烂行为收获一大批粉丝。只要安心躺平，就能自动吸引一众男主男配的关注，别人求不来的绝佳资源唾手可得。而我拼尽全力往前跑的人生，不过是他轻松躺赢之路的对照组。最后他红遍全网，而我因为多次为难他，被男主封杀，代言解约，最后身负巨债自杀。这档亲子综艺就是他全网爆红之路的开端。我醒来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住进别墅后，节目组很快给分配了房间。为了保证节目效果，接下来的一切都要亲力亲为，不能向外界求助，工作人员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我带着维清走进房间，刚放下行李，房门就被敲响了。开门一看，是顾子轩。他看着我：“阿姨，我妈妈说想住有落地窗的房间，我可以和你们交换吗？”我笑了笑，温和且坚决地拒绝：“不可以。”小孩的表情僵了僵，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不客气。但是我妈妈，这是节目组分配的房间，你妈妈要是有什么意见，让她自己去找节目组说。我毫不客气地关上了门。弹幕又开始了，有没有搞错？对小孩子这么不客气，果然暴露本性了。但乔璇把小孩推出来要求换房间，不太好吧？对，让我想到了高铁上那些拿孩子道德绑架的宝妈，大概是换房间没成功。中午吃饭的时候，乔璇气鼓鼓的，顾子轩就主动泡了面，还掰了火腿肠放进去，哄着他吃。乔璇直接懒洋洋瘫在沙发上，让他喂自己。不用猜都知道，这会儿弹幕肯定把他夸上天了，无非就是可爱、真性情、任性的老母亲一类的。我目光扫过一眼，低头问维清中午想吃什么。维清小声说都可以。我抿了抿唇，让他在沙发上坐一会儿，自己转身进厨房。米饭焖在锅里，我麻利地处理食材，做了2个菜：番茄炒蛋和香煎鸡翅。等饭菜端出去，才看到维清坐在沙发上翻书。乔璇正蹲在他面前，笑嘻嘻地说：“看书多没意思，来，阿姨带你去峡谷浪，我打几贼溜。”维清很有礼貌：“不用了，谢谢。”客气什么？小孩子就该有个快乐的童年啊。
你还这么小，你妈就开始鸡娃，让你看什么奥数题，也太变态了吧！韦青脸色一变，原本软乎乎的声音也冷下来。你误会了，是我自己要看的。我喜欢数学，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为国争光的数学家，而不是社会的蛀虫。乔璇的表情有些难堪。我走过去，无视了他，直接把韦青抱起来。先别看了，吃饭。他点点头，合上奥数题集，然后猝不及防在我脸颊亲了一口。最爱妈妈，弹幕寂静了一瞬，然后开始疯狂刷。啊，这是什么人间小天使？好想亲一口。陆玉这种装 X 饭怎么能生出这么可爱的孩子啊？前面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陆玉教得好，一本正经说着要成为数学家的样子。slow 三，我和韦青刚吃了2口饭，顾子轩又来了。陆阿姨，我妈妈想吃鸡翅。我微微一顿，韦青立刻夹了只鸡翅给我。妈妈做的鸡翅最好吃了，怎么都吃不够，声音很甜，表情看起来很正常，但眼底隐藏的担忧恐惧还是让我心头一痛。我把鸡翅盘子推到他面前，喜欢就多吃点，你太瘦了。然后淡淡的看着顾子轩，厨房里还有，自己做去吧。弹幕又开始骂我，卧槽，让一个6岁小孩去厨房开火做饭，有病吧？也有反驳的，不是乔璇先指挥他儿子的吗？难道外人还要替他儿子照顾他？而顾子轩不愧是原文里人气极高的女主儿子，继承了男主的霸总特质。他依旧冷静。那陆阿姨可以教我怎么做吗？我温柔慈爱的笑了。哦，不可以呢。话音未落，一旁的沙发上忽然传来一声轻微的啜泣。乔璇揉了揉发红的眼圈，一脸赌气，不吃就不吃嘛。顾子轩，回来，我带你点外卖去。身处偏远小村，哪来的外卖？乔璇做了一通，最终还是无奈地坐下来，吃上了顾子轩给他做的泡面。傍晚，来参加节目的几对嘉宾到齐，房间分配完毕。我从包里翻出剧本，开始仔细研读。等这档综艺录完，再过1周我又要进剧组了。我看剧本，韦青在旁边研究他的儿童绘本，各自沉静。乔璇的声音却不合时宜地响起来。哇，陆姐姐你也太卷了，录个综艺大半夜的还在钻研剧本，角色揣摩到一半被打断，我有些不快地抬起头，看到是他，心情就更差。个人习惯，乔小姐大可不必表现得这么夸张。乔璇摇了摇头，你这样连带你女儿也跟着卷起来，我们普通人会很有压力的。普通人？哪个普通人能靠着整天吃吃喝喝坐拥几千万粉丝，还挣着别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日薪？我嘲讽地笑笑，合上剧本。乔小姐，既然你的人生至高目标就是摆烂到底，那我看不看剧本对你有什么影响呢？还是说你一边摆烂，一边时时刻刻注意着别人的动静，别人稍有努力，你就摆不下去了？他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露出无辜的笑容。我就开个玩笑，陆姐姐你别生气，你努力当然不要紧啊，我是担心青青，他才6岁，这么晚不睡，还在看书。话说到这里顿住，他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弹幕一股脑地刷，有人相信陆玉真的在看剧本吗？反正我不信。乔乔的话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明明休息时间还在加班的卷王，好可怕，心疼乔乔。前面的你先心疼加班都没加班费的自己吧。笑死，撂下那句话，乔璇就离开了。隔着很远的距离，还是能听到他的声音。顾子轩，我想喝奶茶。我盯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直到走廊另一头的房门关上，才回到房内。韦青抬头看着我，我看完这个故事就睡。妈妈，第2天，节目组下发任务卡。山下的村子因为地处偏远，住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我领到的任务卡是帮一位寡居多年的奶奶把水缸调满，打扫卫生，修理门框。至于乔璇，他的任务最简单，在别墅里带着孩子做一顿给其他嘉宾的午饭就好了。面对镜头，他儿子顾子轩一脸淡定，我会好好完成任务的。乔璇也煞有介事的点头，我会打好下手的。我带着韦青出了门，他小声说，妈妈，我也可以学做饭。你不用学。我握着他的手，养了1年多，曾经骨瘦如柴的小姑娘，终于有了点肉。你才多大，真去学着做饭照顾人，那才是我的失职。那爸爸呢？他忽然提起周世川，我愣了好一会儿，才说，爸爸也不需要你照顾，你只需要做你开心的事情就好。下山的路上，韦青乖乖牵着我的手，一直没说话。我低头看了眼手机，发现周世川新发来了一条消息，韦青应该是想我了，这次录完节目过来住几天吧，我去接你们。手指在屏幕上顿了好一会儿，我才回复，周总日理万机，也会看这种无聊的综艺直播吗？有你和韦青，怎么会无聊？哪怕只是对着文字，我也能想象到周世川现在的表情，是他一贯的温和冷静，眼睛里却泛着春水般勾人的笑意。沉默2秒，我把手机装进口袋里，和韦青一起进了村子。我让韦青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给奶奶读她的儿童绘本，而我调满水缸之后，则继续锯木料，定新的门框。弹幕开始讨论，陆玉这是装的吧？女明星会做木工活？突然想到之前吃的瓜，说是陆玉出身农村，大学都没读就出道了，会干活也很合理吧？我觉得他帮奶奶干活，他女儿在旁边给奶奶念故事，这个画面还挺戳我的。其实他眼界还挺灵，做人真实点，不要这么装就好了。干完活回去，乔璇带着顾子轩在厨房忙活。我看了看自己一身的木刺和灰尘，让韦青在楼下等着，我先上楼洗澡，换个衣服。前后不过半小时。
下楼后，其他几对嘉宾陆陆续续回来了。乔璇端出几盘菜，叫着开饭。韦青忽然往前一倾，扶着茶几边沿吐了出来。妈妈，我头晕。我脑袋嗡的一下，快步走过去。他没吐什么出来，除了一点绿色的未消化的豆角。我把他抱起来，冲进卫生间，拍着后背让他吐。韦青用满是冷汗的小手攥着我，没有吐的了。乔璇阿姨让我尝尝她的手艺，我只吃了2口。我抱她回房间，安置在床上，又下楼冲了杯温热的淡盐水，让她喝完。眼看着韦青的脸色一点点好起来，我这才放心。一出房门，就看到了走廊上的顾子轩，抿着嘴唇，一脸严肃。乔璇躲在他身后，怯生生地看着我，像是被吓到了。陆阿姨，午饭是我做的，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来承担，和我妈妈没关系。乔璇问我，韦青没事吧？我冷冷地看着他，乔璇，你24岁，别真把自己当弱智儿童，什么事都推给你儿子。要是我女儿出了什么问题，这节目你就别录了。乔璇眼睛又红了，真的不是我，菜是顾子轩做的。弹幕吵翻了天。刚才厨房做饭的时候没镜头，看不到菜是谁做的。好大的口气，还这节目你别录了，录表以为他是谁呀？前面的要不要脸？不是乔璇先给人家女儿喂有毒的豆角，还甩锅给小孩子，恶心。陆玉这老母鸡护崽的样子，莫名让我想到了我妈，好想哭。顾子轩坚持说菜是他做的。我问他，你是觉得自己才6岁，就算真有事，我也不能追究你的责任，是吗？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真有问题，我会承担责任，我爸爸也会负责的。他后面的乔璇忽然扯了扯他100，你别叫顾寒，我才不要他帮忙呢。顾子轩眉心跳了跳，赖着性子解释，就算我不叫，他也会看节目，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顾寒就是顾子轩的爸爸，也是原文男主。乔璇神色几度变换，最后定格在一种微妙的甜蜜上，让我也不要他插手，我的事情我自己解决。我忍着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吐出一个字，滚，然后甩上门。在房间里陪韦青待了2个多小时，喂了几次水，他终于恢复了正常。我下楼给他做了碗清汤面，盯着他吃完。韦青问我，妈妈，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刚才我和乔璇、顾子轩的争执就发生在门外，他肯定是听到了。这不叫添麻烦，我把他抱在怀里。韦青，你是妈妈的女儿，妈妈为你做这种事是应该的。因为韦青生病，我们房间的直播摄像头暂时切掉了。我哄着他睡下后，去阳台给周世川打了电话。我看到节目了，电话里他的声音难得带了点冷意，你想怎么处理，我都给你兜着底。我应了声，周总，谢谢你。阿玉，韦青是我们俩的女儿，我没说话。事实上，我和周世川不过是对挂名夫妻。当初我想收养韦青，而他被家里人逼婚逼烦了，才有了这段各取所需的婚姻关系。我深知周世川和我的差别犹如天堑，主动提出签署婚前财产协议。还记得当时周世川的表情，他坐在老板椅上，冷静地听我陈述完协议条款，指节轻敲桌面，都听你的。我没有意见，这么久以来，我一直在尽我所能，把自己的事业和周世川切割开来，唯恐以他为靠山后，他抽身而去，我会站不住倒下。但韦青的事情是例外。得到周世川的担保后，我心里的最后一丝顾虑也消失了。第2天韦青痊愈，节目组又恢复了对我们的拍摄。我去厨房洗了把豆角，过了油就捞出来，推到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乐呵呵追剧的乔璇面前。吃他愣了下，抬眼看着我，你有病吧？你女儿不是都好了吗？你应该庆幸她好了，不然你就不是吃豆角这么简单了。我勾了勾唇角，眼中并无一丝笑意。反正你觉得这事不大，那同样的症状让你感受一遍，很公平吧？眼看顾子轩又要站起来，我继续开口，还是说乔小姐摆烂摆到忘了年纪，真要让你6岁的儿子替你受过？最后乔璇泪眼汪汪地吃下了几根半生不熟的豆角，刚咽下去不久，他就捂着嘴奔向了卫生间，吐得天翻地覆。我无视了顾子轩看向我冷峻的目光，带着韦青出门了。弹幕安静了片刻，随后开始疯狂刷屏。完了，我3观不正，我觉得陆玉好帅，前面的等等我也。如果小时候我妈也这样保护我，我现在不会重度抑郁。抱抱前面又第4天，节目组又安排了新的任务，据说有神秘嘉宾来拜访，安排了我们分工合作，准备一场丰盛的晚饭。乔璇和另一个妈妈被安排带着5个孩子一起去镇上的集市赶集玩耍，顺便采购东西。我要求跟着一起去。对于乔小姐的育儿理念，我实在不放心。乔璇显然是要把摆烂人设贯彻到底，一脸无所谓。正好我不去了，回房休息。最后经过协商，另一位妈妈向我承诺会帮忙照顾好韦青。我被分到的任务是去荷花池挖藕，准备晚上做排骨汤。结果我刚提了2根莲藕上了岸，还没来得及擦掉手上的淤泥，工作人员忽然急匆匆跑来。陆小姐，你女儿出事了，藕扑通一声落回水里。我直直盯着她，你说什么？韦青出车祸了。去镇上后，另一位妈妈觉得身体不舒服，停在路上休息了一会儿。乔璇带着几个小孩去采购食材，结果缠上零食奶茶，就坐在路边吃着烤鱿鱼，指挥他们去给自己买。为了去马路对面给他买东西，韦青被一辆没减速的小轿车挂倒，险些卷进车轮下。我赶到医院时，韦青已经在病房急救了。乔璇坐在门口，一脸不安心虚。我走过去，盯着他，目光冷极，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畜生？
好吃懒做就算了，带小孩出门让他们过马路去给你买东西，你他妈脑瘫吗？他仰头看着我，然后下意识拿起手里的奶茶吸了一口。对不起嘛，我只是想吃那个糖山楂，又懒得动。我也没想到那辆车见了人竟然不减速，我也不希望出这种事啊。他无辜又委屈的语气让我脑子里的弦彻底崩断，怒气拉满，我抬手直接甩了他2耳光。对，整天又懒又馋，看见什么都想尝尝。那墙角还有耗子药呢，怎么不见你去舔2口试试？见势不妙，导演组赶紧关掉摄像机。这2耳光我用了12分的力气，乔璇的脸直接被我打得红肿起来。他好像疼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目光落在我身后，眼泪忽然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好疼！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身后忽然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道，猛地把我推到墙边。接着一道陌生的男声响起：张导演，我给你们节目追加投资，不是为了让我老婆在这里挨打受欺负的。我忍着后背火辣辣的疼痛，扶着墙壁站起身来，把一只手揣进口袋。几步之外，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搂着乔璇，目光冰冷地看着我。哪只手打的人？别想要了！气我面无表情地盯着面前的2个人。这男人应该就是小说里的男主顾寒，乔璇的老公。在那段有限的关于原文的记忆里，竭尽所能地描述了他的厉害，站在前权巅峰，无所不能，替乔璇摆平一切麻烦。大概是无人忤逆惯了，被我的目光盯着，他神色愈发冷锐。从今天起，你别想在这个圈子混了。我咧了咧嘴，毫无畏惧，威胁回去。顾总，如果我女儿有个3长2短，从今天起，只要我没死，你和乔小姐就要时刻注意生命安全了。他冷冷地说：放心，你的命那么贱，就算真死在这里，也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看来他已经把我的背景调查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医生从急救室推门出来。陆维清家长，我再也顾不上乔璇和顾寒，凑过去紧紧盯着医生。放心，你女儿只是有一些表面擦伤，伤口不深，我们已经处理好了，后面只要多注意，不会留疤的。我终于松了口气。那他什么时候能醒？他受了点惊吓，我们已经用上药了，很快就会清醒过来的。维清被推出来，转移到隔壁普通病房。大概是为了给观众一个交代，导演小声和顾寒说了几句话，重新打开了摄像头，对着病床的维清。他白白净净的脸颊上也有了擦伤，贴上纱布。碍于镜头，顾寒没有明着对我做什么，搂着乔璇离开了。临走前，他目光阴冷地看了我一眼，威胁意味甚重。我无视了他，只是拖了个凳子过来，坐在病床旁边。大概过了半小时，维清醒了。第一句话是：妈妈，我没事。我小心地握着她的手，问：去之前不是嘱咐过你不要听她的话吗？乔阿姨说：如果我不乖乖听她的话，配合她，所有人都会知道我妈妈养了没教养不懂事的女儿。还说你本来名声就不好听，到时候只会更差。我知道乔璇想做什么，她就是想把所有小孩都安排出去，一样样买回她要的东西。而她被几个只有5、6岁的小孩子投喂，突出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被一群孩子宠成小公主的老母亲。这人设几乎满足了观众内心最大也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计划得很完美，只是没想到会有那样一辆不守交通规则的轿车出现。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格外愤怒。孩子的安全，未知的危险，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他苦心孤诣想塑造的摆烂人设。维清很聪明，一般情况下不会识不破他拙劣的谎言，无非是因为我是维清的软肋，以至于乔璇一提到我，他就慌了。维清还在输液，药水有止痛安眠的效果，他很快睡着了。我掖了掖被角，起身出门，给周世川打个电话，直到自动挂断，也没有人接。沉默片刻，我挂掉电话，打给助理小唐，他正在赶来的路上，还有10分钟就到医院。我把维清托付给他照顾，然后独自赶往派出所。撞到维清那辆车的司机已经被抓了，车上还坐着2个人，正是节目所谓的神秘嘉宾，也是顾寒公司旗下的艺人，用来给乔璇立人设抬咖的某当红歌手，叫孙晴。有顾寒撑腰，他态度很傲慢，都是一个圈子里混的。你女儿既然没受什么伤，我劝你还是收敛着点。等顾总真的出手，你就完蛋了。我面无表情地打电话叫来律师，把在医院和刚才的录音全部发给他，交通肇事、威胁恐吓，我要对这些人提起法律诉讼。还有10天旅行的节目组违背一开始签订的拍摄合约，我要求他们公开道歉。孙晴尖叫：陆玉，你疯了吧？我原本已经抬步往出走，这下回过头看着他扯唇角。对，所以跟一个疯子硬碰硬，你们可要准备好。8元文里有一个用来形容顾寒的高频词汇，叫雷厉风行。所以第2天一早，公司打来电话通知我综艺录制停止。半个月后的剧组也换了女主角的时候，我并没有很意外。电话里，经纪人艾姐语气委婉：小陆，你性格太尖锐，得罪了人，我尽力了，但这是上面的决定，我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如今这样，自然觉得惋惜。但我的语气很平静，谢谢您。短短2小时，话题榜上就挂满了我的黑热搜。早年那些为了谋求机会，在酒局间敬酒讨好的照片飞得全网都是。哇，我就说一个高中学历的场妹，哪来的这么多好剧本？原来是张腿的来的。他女儿跟着他姓，连爸爸都没有，估计陪的人太多，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种。
陆玉才26，他女儿都6岁了，这种未婚先孕、伤风败俗的人还当明星，不该被封杀吗？他女儿出了车祸，他不去找司机麻烦，反而打乔权，还不是嫉妒人家干干净净得来的机会？哈哈，不知道他陪那些大佬的时候，会不会把女儿一起带上？母女上阵。医院里，小唐欲言又止地看着我，眼睛里蓄满泪水。他并不是公司安排给我的，是我自己雇的助理，如今成了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别哭，你带维清回家，就去4环外那间公寓，在医院旁边的那栋。我说，让维清安心养伤，多买点画册和数学题集给他，别让他看到新闻。小唐包着眼泪，用力点点头。陆一姐，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维清。这天晚上，我在某音开了直播，首先放出的是顾寒在医院里威胁我那段录音。从今天起，你别想在这个圈子混了。你的命那么贱，就算真死在这里，也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然后是孙晴在警局里的威胁。接着是公司打来的电话，你在圈子里混了这么些年，难道不懂规矩吗？顾总要捧的人，也是你动得了的。几段录音放完，直播间的人数已经暴涨几百万。这个时代，毁掉一个女人最好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给她安上当父的名头，网络陈塘。我的确曾经为了谋求一个有台词的重要角色，陪人喝酒，点头哈腰，但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耻的。那个角色我拿到了，那部戏我成功了，才有了今天的我。我女儿是我收养的，她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她是我的女儿，为什么不能随我姓？口出秽言、造谣生事的网友，很快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顾总，我这样的下等人，的确是命贱如草芥，但你要真想弄死我，也得付出血的代价。直播被掐断了，我对着镜头大口大口的喘气，才发现自己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我心里很清楚，这个圈子利益勾连，我不可能再混下去了。这场直播在网络上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风潮，但至少我多了不少支持者。陆玉，当代独立女性代表，孩子跟妈妈姓有什么不合理的，就要被当作羞辱？乔轩她老公混黑社会的吧，动不动就你的手别想要了，吓唬谁呢？他这么上等，有本事让他老婆退圈，别来赚我们下等人的钱。自然也有反驳的，他说收养就收养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年龄不满30岁，收养小孩是需要有配偶的吧？陆玉有老公吗？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有人觉得陪酒换来演戏的机会也能叫独立女性吧？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顾总这种护妻型老公很帅吗？那录音合成的吧？经纪公司发布声明，要和我解除合约关系，还要追究我的法律责任。我熬到深夜没睡，好不容易才跟律师敲定了起诉材料，正要进行下一步计划，却接到了周世川打来的电话。久盯着屏幕上跃动的名字，我迟了几秒才接起来，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到他的声音，有些遥远，尾音模糊不清。对不起。不用道歉，周总，我说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面对这种局势，您明哲保身是应该的。这些事我自己会处理好，不会把您牵扯进来。您看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可以去办理离婚手续。那边深吸了一口气，不，阿玉，我不是说这个，没保护好你和维清是我的失职。从现在开始不会了。电话挂断。就在这通电话打来后的第2个小时，经纪公司突然删除了原本的声明，改发了一封道歉信。大意是说，我身为他们公司的艺人，一直兢兢业业的拍戏，配合公司宣传，但他们却因为受到威胁，没有保护好我，实在失职。紧接着，周世川注册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他也没说什么，只贴出了和我的结婚证，还有维清的收养证明。这条微博瞬间冲上了热搜第一。WOC 周世川，陆玉老公是周世川，演川集团的最大股东，那个30出头就身价过100亿的神秘大佬。演的吧？这是演的吧？有没有人深扒一下呀？这微博不会是陆玉自己注册自己 P 的图吧？周世川的动作快得惊人。天刚蒙蒙亮，和妈妈的10天旅行节目组就发布了道歉信，承认他们接到顾寒要求，整个拍摄过程的确偏向乔玄，故意无视了其他孩子可能受到的伤害，甚至放出了一段厨房里的视频，证明那盘没熟的豆角确实是乔玄做的。后来出事了，才甩锅给顾子轩。甚至还有不知道哪来的数十个营销号一起公布了乔玄公司针对他的量身打造的营销计划。从出道起就广为人知的从容摆烂是安排好的人设。弹幕上最初带节奏说他可爱的是公司的水军，一切的一切都是营销计划里的一环。作为和他同龄的女明星，我是被选定的跳板之一。舆论已经被周世川快节奏的反击撕开了一条口子。我紧随其后，把顾寒曾经逼死员工、强拆强买的消息都放了出来。包括之前直播时被质疑的录音文件原件，原本这些是可能要几经坎坷曲折才得以打出的招式，但周世川给我造了一方可以肆意反击的舞台，也多亏了那段有关原文的记忆，否则以顾寒一贯的冠冕堂皇，倒真的很难抓住证据。他为自己急速恶化的名誉和公司下跌的股价焦头烂额，自然没有余力再顾及乔玄。短短几小时，乔玄就从人人称道的摆烂真性情，变成了好吃懒做的巨婴。
摆烂也不是这么摆的，什么都丢给几岁的小孩子做，自己在背后享福，喜欢他的是不是现实里也不学无术，好吃懒做呀？本来就是剧本，看的乐子罢了。对陆玉看剧本那次就暴露了，真正的摆烂人对一切都无所谓，谁会因为别人卷不卷而焦虑？某些人怎么不继续共情你家姐姐了？是想到自己3500的月薪突然清醒了吗？借着他送的这股东风，我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和前公司正式解约，接下来会和顾寒、乔璇以及孙晴和他的司机等人走法律诉讼程序。当天晚上，乔璇在微博发布视频公开道歉，镜头里他眼泪汪汪地承认自己不该给韦青喂没做熟的豆角，不该指挥几岁的小孩子给自己买东西，不该狗仗人势，仗着背靠顾寒这棵大树肆意拉踩其他同龄女明星。最后他哭着道歉，说自己会退圈去山区支教弥补过失。至于顾寒，运气没那么好，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勉强稳住公司岌岌可危的口碑，但网友们提起他再也不是霸道护妻的总裁，而是万恶的资本家。时关于乔璇的舆论风波很快结束了，热搜上多了很多关于我的正面话题，包括从7年前出道至今拍过的所有片子的剪辑集锦，包括之前在片场为了更好的贴合角色，我连着2天不吃饭只喝水，工作人员吃盒饭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背台词，包括某部戏冬天拍摄时某个因为对戏男演员 NG 了10多次的镜头，我也是一遍又一遍把自己泡进还结着碎冰茶的冷水中，甚至连我在某办分享书评和读后感的无名小号也被人扒了出来。我错了，之前说他装，原来他是真看过王小波和萨拉马戈。WOC 有人发现了吗？如果算上客串作品，陆玉出道7年，拍了100多部戏。发现了，刚出道那几年有很多戏只有2-3秒的路人镜头，他也肯去拍。难以想象，如今的内娱还会有如此敬业的女人，时间安排这么满，她都不休息的吗？其实我一直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宣扬的。作为演员，我能赚到的收入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那么为此不辞辛劳的付出，力求做到最好，也该理所当然。至少现在的日子，比小时候被我妈拎着棍子追打，被喝醉的我爸一脚踹翻在地上时要好过太多了。8年前，高考前夕，我被我爸五花大绑，要卖给村里的瞎子换彩礼。我什么都没带，拼了命翻窗逃出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考试。在某工厂打工半年，阴差阳错被选中做了群演，凭借一张还算不错的脸，在刀尖上滚过几回，才算混出点名堂。一切尘埃落定，我先回家看韦青，他的伤口已经在结痂，正趴在飘窗上画画。小唐把他照顾得很好。网络上的风波起起落落，并没有影响到韦青。我和韦青说了会儿话，看到小唐举着手机在外面挥手，走出门去。他压低嗓音：“陆毅姐，青盟娱乐打来电话，说要签你。青盟娱乐是圈内的行业龙头，行事极为低调，旗下艺人不多，挑出来却无一不是声名显赫的实力派。上一个被他们签下的女艺人，如今正在好莱坞的国际赛道驰骋拼杀。我带着律师去和他们见了一面。对方递出的合同条款正大光明，待遇优厚，我的律师翻来覆去看了2遍，也挑不出什么差错和陷阱。坐在对面的中年男人一脸温和：“陆小姐，如果觉得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可以签合同。”贵公司怎么会挑中我？不等他回答，旁边一脸吊儿郎当的青年就啧了一声：“你演技好，工作敬业，还肯吃苦，签在你那前公司才叫明珠案头。况且你还是周世川他老婆。”我一怔：“您是周总的朋友？”他慢慢皱起眉头，上下打量着我，好半天才吐出一句：“你管你老公叫周总，这是什么情趣？”我难得的红了耳朵，决定转移话题。周世川一直没来见我，所以我不知道你和他是朋友。他人还在重症病房躺着呢，怎么来见你啊？这话脱口而出后，他神情懊恼地捂住了嘴巴。你可别告诉他是我说的，不然扣你工资。周世川出国谈生意，出了车祸，肋骨断了2根，几乎插进肺里，抢救了一整夜。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给我那通电话，道歉，然后说他会解决好一切。10小时后，飞机在异国他乡的机场落了地。手机刚恢复网络信号，我就看到了热搜头条：顾寒性取向成谜，与乔璇离婚手续正在办理中。扫了2眼，大意是说顾寒被人拍到孤身前往医院肛肠科。有知情人士爆料，他昨晚在某特殊酒吧激情热舞，和7、8个男人勾勾搭搭，离开时被2个壮汉搂在怀里。热评第1：屁股扭得不错，真骚。周世川好狠，但又好解气。我在医院门口的花店犹豫片刻，还是选了一大束白玫瑰。抱着他推开病房门后，我第一时间听到周世川的声音，带着我从没听过的冷淡：“拿出去扔了吧，我不要。”我应了声，我等会儿走的时候再拿走。然后我就见证了周世川的1秒钟变脸，他直直盯着我，好几秒后才吐出2个字：“阿玉。”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他难得露出几分懊恼的神情，解释道：“早上隔壁病房的陪护来送早餐，我拒绝过。刚才花挡住了你的脸，我还以为又是他。看来周先生在异国他乡，桃花运也相当不错。”他微微一笑：“别取笑我，阿玉。”我把花束放在床头柜上，顺势在床边坐下。
沉默许久，才轻声道：“谢谢。”看着他胸前绷带隐约渗出的血迹，我眼眶发酸。为什么出了这么严重的车祸也不告诉我？害怕你担心，又怕你不担心。周世川无奈地笑笑，因为之前昏迷过去，没看到节目直播，让你受了2天委屈。对不起，阿玉，是道歉，但那眼神温柔又缠绵地落在我身上，分明带着勾引的意味。这就是周世川，擅长以退为进，再冷硬的高墙也会被丝线不动声色缠绕，一点点收紧，然后在某一刻轰然坍塌。我怎么会不担心你呢？再怎么说，我们也结婚了，你是韦青的爸爸，我还……后面半句话被我吞了回去。至今想起半年前那次醉酒，仍然觉得荒唐。在周世川那间色调冷淡的书房，喝醉的我按着他又啃又咬，痕迹从散落一地的文件上蜿蜒而过。阿玉，轻点。算了，都有你。最后周世川无奈地举手投降，任我处置。醒来后，我看着他嘴唇上的伤口，只觉荒唐，火速逃离进组。难得一次失态，所幸周世川并未放在心上。差不多5天没联系，也只在那天晚上收到他一条消息。吃到一家蓝莓觉得不错，让助理给你和韦青各送了1箱过去。成年人的世界有自己的潜规则，绝口不提，意味着那晚的事就这么接过去了。我意识到自己走神了，还在想一些少儿不宜的东西。回过神，周世川躺在病床上，定定地注视着我，那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神，难得让我老脸发红。总之，还是很感谢您，周先生。我知道，就算没有我，你也有自己的办法。鱼死网破，顾寒也不能从你这里全身而退。我安静下来，没有说话。他说的没错，我就是这样。倘若顾寒要敲掉我满口牙齿，我肯定要在那之前咬下他一块肉来。周世川轻轻叹了口气，似乎引动了胸前的伤口，脸色一白。但是阿玉，我希望你能平安。偶尔想着利用一下我会很开心的。结婚1年9个月，我一直恪守着和周世川相处的那条线。他太危险了，倘若我稍微陷进去，就再也无法抽身。但此刻，也许是他躺在病床上，脸上没有血色的样子，看起来太具有迷惑性。有些话我没忍住，脱口而出：“为什么要这么帮我？”周世川看着我，眼睛里的波光在轻柔的晃动，然后他笑了。如果你仍然警惕不敢信我，那我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韦青。但如果你肯接受的话，是因为我爱你。阿玉。12天后，周世川出院回国，因为伤口还在愈合期，回去时坐着轮椅被我推上飞机。小唐带着韦青来机场接我们，身后还跟着几个人，是我安排的保镖，平时一般都是藏在暗地里的。周世川向我解释，顾寒行事极端残忍，我担心他恼羞成怒，盯上韦青。我点点头，下意识又要说谢谢，又及时吞了回去。韦青走过来，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周世川手腕缠着的纱布。疼吗，爸爸？我给你呼呼。周世川摸摸他的头，不疼。韦青的伤口呢？还疼吗？他摇摇头，看着周世川的眼睛里闪闪发光。知道妈妈会来保护我，就不会疼。周世川弯起唇角，妈妈也来保护了爸爸。时隔半年，我又带着韦青回到了周世川的别墅。签完合同后，青龙娱乐安排了新的经纪人，给我接的第一个剧本就是明导演的大制作。你的资历和累积早就够了，演技也磨练得足够好，就缺一个一鸣惊人的机会。新经纪人境界直截了当，3天后去试镜，我相信你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我7年如一日的磨练自己，就是在等这样的机会。等不到也没有关系，一步一步往上走，也总有登顶的那天。试镜当晚，静姐打来电话说这个角色给了我，半个月后开拍，你准备一下。我模模糊糊地想起原文里这个机会似乎是给乔璇的，但不知是蝴蝶在哪一刻扇动了翅膀，一切都偏移了方向。整个拍戏的过程里，周世川时不时来探班，他身体素质不错，不过1个多月伤势就好得七七八八，但我仍然提心吊胆，连周世川试图抱抱我也被我拒绝。他叹了口气，阿玉，我好歹是个32岁的大男人，不是玻璃做的。伤筋动骨100天，再怎么样，伤口也不能这么早被压倒。我坚持拒绝了他，我先去片场了，今晚有夜戏，不回去了。周世川表情淡淡，看起来有些沮丧。当天晚上，顾寒又上热搜，这一次是有热心的群众举报他吸毒。等警方赶到时，磕嗨的顾寒连手腕骨折都不觉得疼，还在和一群人癫狂的闹腾，被通通抓走。看到这条新闻时，我正在剧组喝导演请的糖水当宵夜，愣了一下，脑海中忽然飘过顾寒曾经的威胁。哪只手打的人？别想要了，把杯子里最后一口糖水喝掉。我出去给周世川打了电话，他承认的异常爽快，发现涉毒行为及时举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安静了2秒，确实理由很充分，但我总觉得顾寒是撞枪口上了。接连几天，顾氏集团股价大跌。后来我对顾寒和乔璇的起诉开庭审理时，顾寒没有出庭，据说他有产业涉黑，已经不是被拘留那么简单了。顾子轩已经被顾家其他长辈接走。至于乔璇，山区支教小半年，似乎真磨平了他的性子，眼睛里曾经的浮躁虚荣通通消失不见，反倒多了几分真挚的歉意和羞惭。
法庭上，他非常诚恳地对我和韦青道歉，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宣判结果。孙晴连同他的司机也公开道歉赔偿，一切尘埃落定。这天离开公司时，周世川开车来接我，正要上车，旁边的绿化带中忽然传来微弱的猫叫声。我怔了怔，转身走过去，蹲下身，一只小蓝猫从绿化带里探出头，警惕地看着我。我垂眼与它对视，良久，它喵了2声，一瘸一拐地走出来，在我手心蹭了蹭。我和周世川把它送到了最近的宠物医院，治好后带回了家。韦青非常高兴，抱着小猫亲了一口，妈妈就叫它小桃好不好？我笑着点点头，看着它从袋子里翻出猫条喂小桃。周世川走到我身后，轻声叫我阿玉。我们现在是不是更像一个家了？12这部戏杀青时，夏天已经进入尾声，韦青马上要读小学1年级。这天我难得给自己放了1天假，和周世川带着韦青去了趟迪士尼。他开心到极点，跟着游行花车的队伍又蹦又跳，和噗噗星带路合影，玩得太开心。晚上回家时，在车上就躺在我怀里睡着了。周世川语气温和，看到韦青这样，你应该可以放心了。我抿着嘴唇，点点头。韦青是我2年多以前在一座村子里拍戏时见到的小姑娘，那时候她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被她生父提着棍子打得满地翻滚，原因是她吃了本该留给她弟弟的一个鸡蛋。那男人一边打一边骂她赔钱货，她生母就抱着小儿子在一边冷眼旁观。我在某个瞬间和她狼狈又仇恨的眼神对上，忽然就下定决心，我要收养她。韦青的父母问我要了几万块之后，简直是迫不及待地把她交到了我手上，但卡在了办理领养手续那一步。那时候我才24岁，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满30岁的男人结婚住。小说世界观稍有变动，现实中需夫妻双方都满30周岁才可以领养孩子。周世川就是在这时候找到了我。其实我与他不过几面之缘，只是听人说他年纪不大，却在事业上很有建树。家里人催婚催得比较急，我母亲已经是肝癌末期，唯一的心愿就是看到我尽快成婚。我警惕地说，周总应该有很多选择。他笑了，但陆小姐目前应该只有我一个选择。我无法反驳。为了让周世川放心，我主动提出签署婚前协议，也尽可能的不去麻烦他。他对韦青一直很好，我很感激，就算有一瞬的动心，也被我很好的克制住，掩藏在心底。我不能容忍自己处于被动地位，被一个人牵动情感喜怒。但这场各取所需的合作是什么时候发生了改变，我竟然一无所觉。到家后，我把困倦的韦青抱回房，他已经快要睁不开眼睛，但还是努力地爬下床，去刷了牙后才重新躺回去。小桃蜷缩在他身边，睡得正香。妈妈晚安，他说着就进入了梦乡，嘟囔着爸爸也晚安。我轻轻关上门，一转头就看到周世川站在后面，倚着窗边，目光与我对上，非常温柔的笑笑。我下意识问了句，你伤口还疼吗？4个月了，阿玉。我认为我白天抱起韦青，带着他去追花车的时候，已经证明我痊愈了。我吞了吞口水，明明周世川看过来的目光一如既往的温和从容，我却莫名有种心口发热的紧张感。为了缓解这种感觉，我邀请他下楼喝酒，酒精果然有奇效，一杯接着一杯，我不知不觉已经完全放松。看着对面柔暗灯光下周世川那张英俊的脸，我舔了舔嘴唇，揪着他前襟就亲了上去。周世川，你嘴唇有点干，我帮你润润，意乱情迷。但却没能到最后，因为周世川大概是常年清心寡欲，家里甚至没有备用的某种用品。他摁着我亲了亲，把我塞回被子里。中途路过镜子，灯光暧昧，镜子倒映出他抱着我时用力的手臂肌肉线条，流畅又漂亮。色令智昏。13为青正式开学后，我和周世川的关系也算滑入正轨，但我还是忙于事业，鲜少和他约会，最多也就一起吃个饭。那天我拍完广告片出来，发现他的车就停在外面。带你去见几个朋友。周世川把我带到了一场小型酒会，他的朋友大多是各行各业颇有建树的人，年纪都不大，但都成就斐然，甚至有不少平时只在财经杂志和学术论文上见过。周世川揽着我的腰，笑容温文尔雅，向每个人介绍我。这是我夫人，叫陆玉。我举着酒杯笑笑，请多关照。其中一个似乎是某大学的教授，打量着我，开口道：我夫人很喜欢陆小姐的电影，不知道能不能帮她要一个签名。当然可以。最后去见的是一个十分眼熟的年轻男人，青盟娱乐年轻的总裁罗轩。他大概是喝多了，一看到周世川就得意的挑眉，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样？要不是我告诉你老婆你受伤的事，引起了他的担心，估计你得一个人睡在冰冷的病房半个月。现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怎么感谢我？周世川看着他，忽然勾起唇角，原来是你说的。罗轩卡下壳，猛咳2声，转向我，陆玉啊，昨天有个不错的剧本对接过来，这几天你有空的话，让胡静带你来公司参加剧本研讨会。说完，端着酒杯火速逃离。这天晚上离开时，我的好友列表里已经多出不少周世川的朋友。我问周世川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朋友给我，
防止下次出现顾寒那样的事，而我又不能立刻知道的时候，没人可以帮你。其实我自己可以解决，是可以解决，但要付出的代价是你精心打拼很多年的事业。周世川把车停进车库，转头看着我，阿玉，我的一切都是与你共享的。如果你不想利用我，我会伤心。怎么会有人求着别人利用自己呢？我觉得如今的周世川和我曾经印象里那个温和却疏离的周总相去甚远，但这样的他反而让我的心动更无法收敛。溃不成军。一片寂静，周世川又忽然开口：“明天有空陪我去做个小手术吧。”我心底一沉，怎么了？你伤口又复发了吗？去结扎。他笑着摇摇头：“阿玉，我知道短期内你不想生孩子，有为亲也足够了。”我抿了抿嘴唇，抬眼望着他：“你不用。”他撑着额头，有点无奈的笑：“你不用觉得有负担，只是我想尽办法想对你好一点，又怕你感受不到我的心意。”他伸手过来，轻轻握住我的手：“阿玉，我已经32岁，年纪不小了。最大的心愿是能得到你的喜欢，不用同等程度，一点也好。”这话说的未免太过可怜，几乎是明晃晃地告诉我他在示弱，但我偏偏很吃这套。2年的婚姻足够周世川把我的软肋摸得清清楚楚。我沉默片刻，终究是认命地伸出手去抱住他。周世川，我其实很早就喜欢你了，从前不敢心动，如今避无可避。温热的吻连同带着些微笑意的声音一起落在我耳畔，我知道。这一刻，我终于想起来了，在那段已经越来越模糊的有关原文的记忆里，似乎并没有出现周世川这个人。我原本凄惨的下场得以改正，至少受到了他的影响。但即便没有周世川，我的下场也不会像原文里那样。无论如何，我不会自杀。只要给我一丝机会，我也会不遗余力地从原本的命运里挣脱出来。只要有片刻喘息的可能，我都会不懈怠地往前冲，不惜任何代价。出神间，车内的气氛越来越滚烫暧昧。周世川吻着我的眼睛，唤回了我游离的神思。阿玉，这种时候是不是该专心一点？我扯扯唇角，搂住他脖颈，热烈迎合。抱歉。妈的，周世川这个装可怜的骗子，哪个年纪不小的人体力会这么好？